人这一生世事无常，得失难料。当意外和挫折来临之时，我们往往会本能地选择抗拒，不愿接受。我们常以为让自己痛苦的是事情本身，其实真正制造痛苦的往往是我们的执念和较劲。很喜欢一句话，曾经发生的事情，但凡少一件，都不会成就现在的你。人生没有无缘无故的遇见，也没有毫无意义的出现。允许一切发生，并让一切经历为己所用，是每个人都要修炼的课题。赶快进入今天这期节目，就来跟你说说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是怎样的。文章来自翻书，作者念念。东经122度，北纬31度。我在中国上海，你在哪里？嗨，子静，我是龚傲，我在吉林蛟河，祝大家晚安。我是小派，我在厦门，祝大家晚安。嗨，子静，我是顾吉，我在山东，祝大家晚安。嗨，你好，我是子静，这里是深夜治愈所，我和你的治愈星球。有没有发现，被生活所伤的人常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糟糕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可是不管你如何追问，生活也不会给你想要的回答。相反，不甘与愤懑的情绪会一直牵引着你，让你往牛角尖里钻，找不到退路。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因缘所在，都有迹可循。辜负你的人因你的轻信而来，伤害你的人因你的软弱而来。有些人是为了教会你一些道理，有些人是为了倒逼你做出改变。如果我们能明白事出必有因，自己永远是所有问题的根本，就不会再怨天尤人，而是去看到事情发生背后的深意。正如作家陶杰曾经在书中写道，当时站在三岔路口，眼见风云牵强，你做出选择的那一日，在日记上相当沉默和平凡，还以为是生命中普通的一天。你不知道你曾经做的某个决定会在不经意间为命运埋下怎样的伏笔，但经由此轨迹所衍生的结局一定会来到，或早或晚。很多抉择当时看起来再寻常不过，实则一直在不动声色中塑造着我们的人生。有一天，当他以困难的形式来到你面前，那就说明到了你需要去解决问题的时候了。错误的决定需要修正，拖延的努力需要补偿。如果有些变故的发生让你觉得很受挫，那恰恰是在提醒你，你还有待历练，有待成长。人的一生常常是怕什么来什么，用心理学的理解解释，这便是墨菲定律。事实上，与其说现实总会和人过不去，不如说是人的自我信念、情绪状态影响了事情的发展。你对一件事越来越紧张，越不愿意面对不好的结果，潜意识就会引导你做出和你担忧相一致的决策。想要摆脱这个悖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学会坦然接受不如意，允许一切如其所是。作家毕淑敏17岁的时候被安排到阿里部队就任医务人员。初来乍到这样一个终日只有死亡气息相伴的高原之地，面对茫茫冰川雪地，年轻的毕淑敏陷入了莫大的恐慌中。好在慢慢平定情绪后，他选择让自己接受继承的事实，并好好活下去。11年的服役生涯帮他在医学上收获了巨大的成就，也由此而练就了超然的心胸和格局。后来有人问他，你是如何度过人生低谷期的？他回答道，安静的等待。很多事发生了就是发生了，故事再无法重写。
允许期待之外的结果出现，无论愿不愿意，都能有勇气承担一切，人生的主动权才会回到自己手中。半山文集中写道，一个人能接受的事情越多，越是自由。每一种难以接受，都给自己竖起一道墙，墙竖的多了，不是迷宫，即是牢笼。世间的得与失，福与祸，本就是相伴相生的。从你接受坏事发生，让能量场得以流动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成为过去，新的机遇就已在来的路上。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有时候你以为错过的是遗憾，其实可能是命运给你惊喜前的考验。在通往成熟的岁月征程里，有个至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渐渐开始把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在我身上的思想转换成这件事到底想教会我什么。自那之后，我们会领悟一个道理，人不是被事情本身所困，而是被对事情的看法所困。学会转念，用积极的心态和正向的思维去应对，经历那些你以为无解的问题，自然会有新转机。俞敏洪说过，人生中的任何一次失败和痛苦，都可能是你遇到的最好的机会，它会教会你真正的智慧。他能一次次扛过打击，实现逆袭，凭借的也正是这份总能把挫折转化成养分的智慧。没有人喜欢经历困境，但有些体悟和认知却只能从至暗时刻里才能获得，别无他处。经历过求而不得的痛苦，一个人才会认清自己的局限，知足知止。品尝过事与愿违的失望，一个人才会正视自己的所求，明心见性。我们都曾试图使尽全力，像握紧船舵那样试图去掌控一件事情的结果，一段关系的方向，直到在屡屡受挫中明白，这世间万事没有一样可以你所主宰，你唯一能够控制的只有你自己。学会放下种种不甘和畏惧，把每件事的发生都当成是来渡你成长的台阶。很喜欢村上春树的一句话，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既然无常才是恒常，那就试着把所有经历都当成是馈赠吧。每天告诉自己，凡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必是来丰富我，成就我。如果暂时事与愿违，那一定是另有安排。请允许一切发生，然后抓住一切机会，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相信花有花期，人有时运，走过山重水复的流年，我们终会活成圆满自在的模样。